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订婚宴上，与我同岁的亲小姑穿着同款礼服，公然跟我抢人。她笑着按下遥控器，大屏幕上滚动着她和我未婚夫的不雅照。直男未婚夫，你图 P 得太假了，我免费帮你复原。大屏幕瞬间变换，底下一片哗然。未婚夫扯下我小姑的头纱，打了个结，快拿着这个找地方上吊去吧。我的未婚夫是个不脱发的直男程序员，格子衬衫下面藏着健硕的胸肌，还是个隐形富二代。大屏幕上他和我小姑半裸半遮，小姑笑得一脸妩媚。未婚夫拿过任何时候都要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随便操作了几下，大屏幕上滚动的照片就恢复了原本的样子。这照片上的女人依然是我小姑，而男人竟是我那个发肤油腻的堂姐夫。底下已经闹开了，堂姐拽着堂姐夫的衣领就是几个大巴掌。你不是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吗？拿着我的钱泡着我家的人，你玩得挺花呀。堂姐夫不敢再反驳，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求堂姐不要在这里闹了。堂姐这才意识到今天是我的订婚宴，特意赶在过年举办，因为家人朋友都放假回老家了。堂姐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冲我比划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拖着堂姐夫离开了现场。小姑完全不在乎底下一众亲戚的目光，继续挑衅我。未婚夫把我挡在身后，扬起右手，你再得寸进尺，我就大嘴巴子抽你。抽我？你舍得？忘记你当初在我的床上是怎么疼我的了？未婚夫回头，他在放屁，别信他的狗屁话。我躲在后面，不小心笑出声。小姑长指甲的手就要打我的脸，未婚夫一把就将他推下舞台。我爸赶紧上前把他拽走了。我看着他张牙舞爪的模样，替我爸妈觉得不值。我乃要是知道他50岁难产用生命换来的小女儿这般能作妖，估计棺材板都得踹飞了。我小姑从小到大有多混账，亲戚们都有所耳闻，可今天他们才算是真正见识到。我们的订婚宴继续，亲戚朋友过来捧场，哪有不管饭的道理？订婚宴结束，我和宋征回到家里，我妈正坐在沙发上生闷气，我爸扶着额头不出声。小姑的房间门紧闭，这我倒是很意外。我爸说，你小姑让你堂姐给揍了，就你堂姐那大体格子，给你小姑都揍趴下了，你就别再去找你小姑了。我妈看我回来，眼泪就掉了下来。她活该挨揍，我养她20多年，养出来个孽呀！我女儿好好的订婚宴都被毁了，你这个当爸的居然还替罪魁祸首说话。我妈拧着眉头剜了我爸好几眼。我知道她又因为小姑跟我爸吵架了。好了妈，大过年的别吵架，不吉利。我也憋着一肚子的火，只能背地里再给堂姐拱拱火。堂姐的战斗力可比我猛多了。我妈也剜了我一眼，祸害不除，家里永无安宁之日。我跟我小姑是同一年出生的，她比我大几个月。小姑出生那天，我奶就去世了，高龄生产遇上羊水栓塞，没抢救过来。我爷奶只有我爸和我小姑2个孩子，所以小姑一出生就到了我们家。我和小姑是在同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可我却被她欺负惨了。小姑小时候动不动就哭，所以我爸妈对她的关注比我都多。等到她大一点了，就开始各种惹祸。我爷活着的时候总骂我小姑是来报仇的，她早晚得被她气死。没几年，我爷就被小姑气得心脏病发作，很快就去了。小姑做天做地，我就跟一个包子似的，她什么都喜欢抢我的。明明我爸妈买东西都是买双份，可她就是喜欢抢我的。
我小姑得知我男朋友是个隐形富二代之后，立马就要我把人让给他，就跟小时候抢我最喜爱的洋娃娃时那么理直气壮。小姑坐到我身旁，她的头轻轻搭在我肩上，两只胳膊环住我的右臂。轩轩，你知道吗？宋征简直是长在我心尖上的人，把他让给我，好不好？我摇头拒绝，东西可以让，宋征这个人我不能让。小姑眼圈泛红，好，轩轩，你就把他让给我吧。你也知道，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不像你有爸爸妈妈疼爱。我现在终于看到点生活的美好。你难道忍心打破我活下去的希望吗？他又来这一套。从小到大，他总是拿孤儿的身份达到各种目的，包括在学校，只要他一哭，老师和同学们都自动带入他孤苦伶仃的可怜身份。可明明在家里，可怜的那个人是我呀，只因为我不爱哭，就要多受委屈吗？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用强硬的态度拒绝了他。宋征，我不会让，死都不会让。王美轩，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王瑶看上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小姑王瑶扔下一句走着瞧，走着瞧就走着瞧。我现在有宋征了，我不想再当一个软弱的包子了。我回手就转发给宋征一份绿茶鉴别手册，提前给他打上预防针。10分钟后，宋征回我一条消息，转发给我爸了。这绿茶太像我后妈了。过了一会儿，宋征又发了一张截图，截图上他爸把手册转发给他后妈，还附加一句：我儿子说这绿茶跟你一毛一样。他后妈，你儿子礼貌吗？我觉得宋征的脑回路完全遗传他爸了。宋征妈妈是商业女强人，省里有名的女企业家和慈善家，他妈妈情商高，智商高。宋征只遗传了他妈妈的智商，再配上从他爸爸那里遗传的情商，完美。一个有技术、有实力、有身材、有颜值的钢铁大直男。宋征还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不想当你的小姑父。几秒钟后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我只想当他的侄女婿。自从和宋征谈恋爱，王瑶就一直跟在我后面，生怕我和宋征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我和王瑶毕业后去了同一家公司，确切的说是他跟我应聘了同一家公司。刚毕业没什么钱，我爸出钱给我俩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2室1厅的精装房。王瑶进了公司就不怎么搭理我了，他总是很容易交到新朋友。宋征是房东，交房租、水电这些小事都由我跟房东联系，王瑶什么都不管。对他来说，这里就是不用付费的宾馆。我跟宋征第一次真正见面是他来修水管。那天晚上我正冲澡，水管突然爆了，我慌乱地打王瑶的电话，可他不接。情急之下，我找了宋征，宋征很快带着工具箱过来了。那时我还以为他是二房东，哪有这么年轻的大房东啊？我跟宋征第2次见面是在公司，他背着电脑包，戴个鸭舌帽。那时我才知道他是公司高薪特聘的技术人才。我去总裁办公室送咖啡时，他正跟我们的女总裁相谈甚欢。我没认出他，他倒认出我了。哎，你是瑞鑫附院租房子的那个？我疑惑地点头。你是？哈哈，宋征大笑站起身。我呀，你忘了？那天晚上你洗澡，我进去给你那啥，想起来没？我余光发现总裁脸色不大好看。完了，我的形象，还等我解释清楚。总裁摆摆手示意我出去，我红着脸忐忑地出去了。宋征还笑呵呵地跟我挥手再见。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到宋征喊了一声妈妈。我还没有从女总裁是宋征亲妈的阴影里缓过神，他就两手空空的就来跟我表白了。我想了很多天，确定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他说这句话时，王瑶刚好从我们旁边走过，我听到他不屑地切了一声。我没被人追过，也没追过人，而王瑶的男朋友一茬又一茬，不是有钱就是有腹肌，我俩的零花钱一样多，可他过得比我滋润多了。宋征的形象跟富二代一点都不沾边，王瑶看不上很正常。我从小被迫养成的别扭性格不允许我说出喜欢二字，可宋征并不介意我别扭的性子。我忽然意识到，我竟然也有被人觉得值得的那一天。他竟开始朝九晚五的上班了，还在我的部门添了一张办公桌。快下班时，我和宋征同时被总裁叫到了办公室，我紧张的心脏狂跳。难道总裁听到什么风，要拆散我俩这个平民女孩与继承人的不对等组合？宋征妈妈很直接，说服宋征继承我的公司，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我懵逼，怎么就谈上婚事了？宋征，你同意我们的婚事，我们就给你生个孙子，你亲自培养他，然后继承你的公司，如何？女总裁满意地点点头，此计甚妙。美萱，这周末家长见面。我继续无语，妈，我俩还没发展到那一步，废物一个，这方面怎么就没随上你那个爹？从总裁办公室出来时，我已经满脸通红，一开门就撞见王瑶探究的目光。他处在这里偷听。王瑶探究的目光从身上又转移到宋征身上，宋征的眼睛不是抬头瞅天，就是低头瞅地，他好像没看到王瑶一般，自动过滤障碍物绕了过去。王瑶这天难得会下班等我一起回去，他总是有很多约会。他笑得很好看，甜甜嗲嗲地跟宋征打招呼：“我和美萱住一起，方便蹭个车吗？”宋征听到王瑶说是我室友，终于肯正眼瞧人了。你好，美萱室友，我没车，但我有公交卡，要一起吗？王瑶脸色变得很难看，难以置信地问宋征：“你怎么会没车？你不是……”他很快改了口：“公交车挺好，不堵车。”王瑶上了公交车，一个劲儿地往宋征身上贴。我在宋征的保护圈里被他撞得左摇右晃。你是狗皮膏药！宋征很不客气。王瑶有点懵：“什么？你粘在我身上，让我很膈应。”王瑶张了张口又闭上，眼泪开始在眼圈里打转。又是这招，他的眼泪总是来得很快。我不想太尴尬，毕竟我和王瑶的关系，以后少不了3个人要碰面。宋征，我小姑很少坐公交车，她应该不是故意的，是吧？小姑，对呀，我是美萱的亲小姑，不是什么狗皮膏药，更不是故意粘着你。小姑的眼泪适时地滚落下来，一颗一颗的，甚是好看。宋征没想到我和王瑶会是这种关系，这也不怪他。王瑶平时很少跟我同时出现，她有她的生活圈子。王瑶邀请宋征上去，请他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宋征拒绝：“我不跟女的一起吃饭，美萱除外。”我在后面轻笑出声：“直男真够直的。”上楼之后，王瑶很生气，她的不高兴总是摆在脸上，当然只限于在我面前。我能猜到她生气的原因，从读书到工作，但凡对我有点好感的异性，总是被王瑶3言2语给拐跑了。我早就习惯了，也没所谓。可这一次，他碰壁了，这也是他后来更加勇往直前的直接原因。但这一次，我不会退让，绝不。王瑶审问犯人的口吻问我怎么认识的宋征，我有点厌烦，但如实告诉他了，这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宋征是房东，他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的。房东？王瑶眼睛都亮了，翻出手机扒拉屏幕。他把手机举到我面前，语气带着惊喜：“这个是宋征？”“嗯。”王瑶握住我的手开始摇晃。“好，轩轩，你的人让给我。”
我的人任你挑，我才不要，我又不是收破烂的。王瑶甩开我的手，哼了一声回屋了。他很快就开始了抢人计划。我是怎么知道他很快的呢？当然是直接问的直男宋征。我小姑他有没有微信骚扰你？有。宋征打开微信，手机扔过来，自己看。我大方地拿过手机，找到王瑶的微信头像，宋征连备注都没改，瑞鑫附院30-503南卧住户。我觉得好笑，我之前的备注一定是同款的北卧住户了。我好奇现在我的备注有没有改，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我在哪里？你不在这个微信号上。签租房合同那天，我和王瑶扫的二维码难道不是同一个？就是你想的那样。我的脸有点发烫，直男的心眼子也不少啊。我继续翻看聊天记录，掩盖我内心的悸动。宋征说：“你脸红了。”我内心想着，我知道。宋征见我不说话，又说了一遍：“你脸红了。”我内心，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宋征仍旧不罢休：“你脸红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气得吼了宋征，他这才闭了嘴。直男直起来真是气人，耽误我查探敌情。宋征挑挑眉，示意我继续查探敌情。我越往下看看越想笑。王瑶问我朋友圈的照片好看吗？宋征说没看到。王瑶说怎么会没看到？宋征淡淡的说屏蔽了。王瑶说那我发你，你帮我挑张好看的，我当头像。于是就发来了妖娆性感照若干张。宋征没看，只说了2个字：撤回。王瑶疑惑不解，宋征只是回复了3个字：膈应人。再往后就没有了。宋征拉黑了他。我笑出了声。钢铁直男对起人来就是牛波一。这些照片我没在朋友圈刷到，都是仅对宋征一人可见的。王瑶对付男人很有手段，只可惜他这一次对上了钢铁大直男，查不起来了。我的亲小姑，以前分走了我爸妈一半的爱，现在竟然连我喜欢的人也要抢。他见不得我好，更见不得别人对我好。他不让我好，那我也不会让他好。那就来吧，互相伤害。他纠缠了宋征很久也无果，我连嘲笑都不屑。他扬言说得不到就要毁掉。王瑶不惜破坏自己在家族里的名声，不顾和我堂姐的亲情，不嫌恶心的勾搭上肥硕油腻的堂姐夫，只为了把我和宋征的订婚宴搞得稀碎。这一次他的胡作非为也让从小就把他当作女儿养的我爸妈伤透了心。年后我和宋征回了公司，王瑶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去。他年前的时候就被公司开除了，原因是他所在部门的3个男同事因为他而大打出手，还闹到了派出所。公司了解情况后，自然不会再留他这种人继续祸害男同事。我把八卦说给宋征听时，他一点都不惊讶。我直觉这是跟他有关系。我黑了他手机，把他和那3个男的拉了一个群，又发了一些截图。我星星眼，大哥，还得是你，技术过硬。二弟，大哥过硬的不止技术。我眼里放着崇拜的目光。大哥，你展开了说说呗。宋征抬手照着我脑门就是一下。这是你能听的。我有幸享受了一段轻松的时光，生活里没有王瑶的出现，简直不要太美。可我高兴得太早，王瑶窝在家也不忘跟我较劲。他把宋征拉黑他和被公司开除的原因都归结于我，认为是我从中作梗，坏了他的好事。王瑶在家各种作天作地，摔东西、绝食、离家出走，还闹了一场自杀。我爸气得把他锁在家里，不让他出门。他在家里消停了2天，又开始神神叨叨的，天天在家嚷着是我爷我奶这回偏心眼，没保佑他，
然后他干了一件人神共愤的缺德事，他在没通知我爸的前提下，挑了个黄道吉日，擅自带人上山，把我爷我奶的坟给挖开了。王瑶把祖坟给刨了。王瑶挖祖坟这事在家族群里炸开了，我爸气炸了，直接进了医院。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血压飙到220，差点脑溢血。我赶紧请假，连夜往老家赶。宋征跟我一起回的。我爷说我小姑投胎到我家就是来报仇，说的一点没错。家族里长辈轮番上阵，也没劝下王瑶。他坚持要给我爷奶挪坟。他说之前坟地位置的风水不好，不旺他的婚姻和事业。我赶到医院时，我爸已经用上药了。我妈哭得跟泪人似的。山上那边的情况，我在家族群里都看到了。家族里的几个身体素质好，都在坟头守着。我带着宋征来到山上时，就看到一群身穿彩色法裙、手里举着彩旗的大仙在围着坟头跳舞。地上摆着长长的一排祭品，纸钱、金银元宝，还有乘车拉来的纸牛纸马童男童女。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感觉颈后有点凉。亲戚们见我爸没一起过来，看着我直叹气。我从眼前震惊的画面缓过神来，才想起今天上山的正事，替我爸阻止王瑶胡闹。我这个小姑能做出来这么离谱的事，已经超出我的认知。我不理解一个人的运气跟祖坟的位置有什么关系，他难道不该从自身找原因吗？我径直走到王瑶身前，他正蹲在地上，在一个火盆里烧东西，专注到都没发现有人走过来。我想起来，我爸因为他的荒唐，差点丢了命，气得抬脚就踹翻了地上的火盆。火盆里未燃烧完的灰烬落到了我的鞋面上，又熄灭了。王瑶吓了一大跳，惊叫着歪倒在一旁。原来他也知道怕。王瑶看到来人是我，马上就恢复了神情。王美轩，你敢坏我好事，我弄死你！王瑶从地上爬起来，疯了一样的冲向我，双手掐住我的脖子。我积攒了25年的怒火，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我俩当场互殴起来。宋征听到动静过来时，我俩已经被拉开了，两人身上都挂了彩。拉偏架的亲戚顺手把王瑶甩到了一个小土坡底下，他不偏不倚的正好砸进纸扎人堆里。王瑶惊恐到声调都变了几遍。我突然觉得好笑，竟笑出了声。宋征帮我清理好手上的血迹，说他已经按照我刚才之前说的报完警了。宋征说完就朝着王瑶那边奔过去，我忙一把拽住他，别动手，我这都小伤，没事儿，不疼的，在祖宗面前动手不合适。安抚好宋征，我观察四周，几个亲戚蹲在一边守着坟头，大仙们还在继续他们的业务流程。王瑶干脆在纸扎堆里躺下了，我知道他在等这边的大仙一完事就带人挪坟，大概是几个强壮的亲戚在场。他找来的几个挪坟的年轻人都站得远远的，尤其是染着黄毛那个。我看四周没人注意到我，冲宋征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待在原地别动。我从火盆里捡了一块还在燃着的纸钱，绕到纸扎堆后侧方。我给纸扎堆点着了，这些纸扎的东西燃速特别快，燃的也越来越旺。我回到宋征身旁时，王瑶还在原地躺着，没有发现后面熊熊燃起的火苗。等他反应过来时，火已经烧到了他周围。王瑶连滚带爬地逃出火堆，被风带起的碎纸片还是落到了他的身上和头发上。王瑶忙着拍灭被火烧到的发尾时，我看到警察带着森林防火员朝着山上走来。我刚上山时就让宋征报了警。封建迷信加上在山林里大肆烧纸，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被带走了。
王瑶这个发起人自然不会被漏下，看着他烧焦的发尾和被警察带走时气恼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心里缺失的一角正在慢慢的愈合。我和宋征一起把坟头填上了，有了这次的教训，王瑶应该不会再动挖坟的念头了。由于在山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情节较轻，派出所只对王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处罚。王瑶出来时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不是变老实了，而是变得高傲了。没错，就是高傲的不可一世那种。他变得格格不入。我妈被折磨得不轻，打电话跟我抱怨：“萱萱，你小姑好像冲撞了什么东西，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你说她能不能是挖祖坟时被什么东西给附体了？”我无奈笑笑：“妈，我小姑可能就是突然想通了，您可别封建迷信了。”我妈继续神秘兮兮的：“你小姑拘留期间认识了一个小姐妹，上门来找过她好几次了。我有次趴门口偷听，两人在研究要怎么融入上流社会呢。我妈真是，还偷听人家隐私。还有个事，你小姑偷偷找你爸要钱，说是要报一个什么高阶进修班，还是外地的，光学费就19万9呢。”我疑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学习班，学费那么高，别再被骗了。我爸妈也觉得这就是个骗局，可王瑶坚持要去。王瑶说要跟我爸分家，让我爸把我爷我奶留给他的遗产交出来。他的那份钱，我妈一直给他单独存着，本想着等他成年了就交给他，可他实在太能做了，这钱也就一直没给他。我爸说等到我小姑结婚了再给他放到嫁妆里，可王瑶最后还是想办法拿到了那笔钱，然后带着钱跑了。王瑶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我们得知他近况的渠道只有一个：朋友圈。王瑶忙着进修学习的半年里，我过得尤为轻松。他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之后，我感觉天空都明朗了。我和宋征的婚期定下来了，只待选个良辰吉日领证了。我在朋友圈里官宣，宣告我们要正式成立一个小家。底下的评论里有一条异常显眼，是王瑶发的，转告宋征：“我早晚会和他成为一家人，王美萱你就等着吧，有你哭的那一天。”我截图发给宋征，然后迅速删了评论。真晦气。宋征回复转告他，侄女婿就是个外人，且没有赡养义务。王瑶发了那条评论之后，又是失联状态。不过最近的朋友圈发得很频繁，文案和照片也很有高级感。我把王瑶的朋友圈杵到宋征面前，快看，我小姑还真的融进了上流社会。宋征扫了几眼，这也算？这还不算吗？高级服饰、高级场所，社交圈子也是非富即贵。王瑶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我感叹，这学费真没白花。宋征拿过我的手机，翻了翻王瑶朋友圈，这不就是霸总名媛班吗？你去过？宋征挑挑眉，我爸就喜欢报这种班，他跟我后妈就是这里认识的，每一任都是。我咂舌，你爸真牛波一，也就我爸这种档次的愿意花钱去高阶进修班，这种本质跟拉皮条没什么区别，像我妈那种是绝对不会去的。我仔细想想，有道理，说是资源交换，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可王瑶发的朋友圈里，除了岁数偏大的男老板，就是年轻美貌的姑娘们。不过王瑶这大半年过得倒是挺充实，趁着他不在，我和宋征也把婚事提上日程了。宋征这边没有办订婚仪式的习俗，他又低调惯了，拒绝了他妈妈给安排的商业订婚宴。宋征说领证前要带着我象征性的去他爸那里知会一声，毕竟以后我俩还要入宋家的祖坟。我爸那人
有点小钱，也有点小气。他靠着我妈之前给他留下的资源，才过得这么滋润。宋征顿了顿，在阳间他不敢难为我，将来到了阴间可不保准，所以当爹的面子我还是得给他。我考虑的倒是没那么长远，但出于礼节，领证之前也该去拜访一下的。宋征爸爸的别墅奢华又气派，尤其是一走进去，我以为走进了一座宫殿。宋征爸爸人还未到，笑声却先到了，哈哈哈哈！我儿子出息了，都能娶上媳妇了。宋征黑着一张脸，比上不足。宋征他爸不以为意，甚至有些得意。你小子没遗传上我的情商，真是可惜了。不过你老子，我这回也要安定下来了，以后我也要做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哈哈哈哈！宋征没接他爸的话，我们来就是通知你一声，我们要领证了。领证好呀！哈哈哈哈！早知道我跟你小妈就晚几天领证，亲爹跟儿子同一天领证，多炫酷！宋征爸爸的脑回路很清奇，金盆洗手了。宋征还是臭着一张脸，你这小子，见不得你老子晚年幸福是吧？宋征他爸一点都不恼火，说完冲着楼上的方向喊了一句：你倒是快点捯饬啊！儿子儿媳妇都到了。楼上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回应，一个身形绝佳的身影袅袅婷婷地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那大长腿，那小腰，那大波浪，那不是我小姑吗？我愣住，紧盯着王瑶。宋征显然也看清楚来人了，转头质问他爸：又是名媛搬出来的，你就娶了这么个玩意儿？他爸这回真生气了，抬手就朝宋征的脸扇去。怎么说话的？老子娶了谁，谁就是你妈，给你妈道歉！宋征侧过头躲过这一巴掌，反手抓住他爸的手使劲一甩。他也配？通知宋道，我们走了。宋征拉过我的手，我这才缓过神。我从王瑶的脸上移开目光，跟着宋征往出走。配不配我也是你继母，我现在跟你爸是合法夫妻。王瑶用一根手指卷着发尾，戏谑地看着我这边，他忽然就笑了。老宋，忘了介绍，你儿子的女朋友是我的亲侄女呢。宋征他爸也是一愣，那咱俩领了证，他俩还能结婚了吗？王瑶笑得更是灿烂，近亲当然不能领证了。我心一沉，王瑶为了报复竟做到如此地步，可他还是吃了不好好学习的亏。小姑，你读的可是法学专业，学的那点东西都进了狗肚子吗？我带着讥讽继续说道：小姑，非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可以结婚的，不过我还是恭喜你，从小就立志嫁给有钱人，终于成功上岸了。王瑶没了刚才的那份气定神闲。你胡说什么？我和老宋是真爱。宋征在一旁接了句：那就祝你俩天长地久，然后拽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让你受委屈了。路上宋征对我说，我摇摇头，应该是委屈你了，还让你爸跟着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我对宋征他爸确实挺抱歉，如果不是我的原因，王瑶也不会费尽心思地缠上他爸。我和宋征选择了履行婚礼，毕竟王瑶大闹订婚宴的阴影还在。王瑶倒是大大方方地举办了一场盛大婚礼，不过老家的亲戚一个都没来，包括我爸妈，因为我让他在家族群里彻底光宗耀祖了一回。王瑶为此彻底恨上了我，他甚至还威胁我：王美萱，别你以为你嫁进宋家就能当少奶奶了，我肚子里的这个才是老宋的继承人。宋征他爸高调好面子，王瑶以为她嫁进了豪门，其实宋征他妈才是真正的隐形富豪。他妈的公司经营规模不大，可私下投资的产业却很多。宋征对他妈的产业都没兴趣，还会惦记他爸那3瓜俩枣。
这些情况王瑶都不了解，我更不可能告诉她。不过我对王瑶能怀上孩子这事还是挺意外的。王瑶自从交了男朋友，就一直在服小药丸。我经常能在垃圾桶里看到空药盒和空药板。宋征他爸也是有些东西的，都50岁了，功能还挺齐全。你确定你肚子里的是宋家的种？要不要我给我公公分享一下你的黑历史？我翻出一张老照片发了过去，还有几张聊天记录的截图。小姑，你和堂姐夫的艳照我可是留着呢，还有你恬不知耻的在家族群怎么辩解的，你都忘了吧？我现在就帮你回忆回忆。王瑶这次没反击我，莫名其妙地回了一句：“你变了。”我当然要变了。我遗憾自己我没早点改变。王瑶消停了很久，她可能是怕我会因为财产对她肚子里的孩子下手。她果然如愿生了一个男婴，还得到了不少嘉奖。王瑶朋友圈里晒起了豪车钥匙、房产证和银行卡余额。我给宋征看，宋征不屑地一笑：“我爸肯定分期买的，他资金链都快断了，大别墅都抵押了。”我疑惑，他爸的公司经营的还不错呀。我爸的那些资源都是我妈可怜赏给他的，惹我妈不高兴了，他就得受着。啊，你爸惹到咱妈了。我这婆婆对我没得说，就是天天催着我快些给她生个小继承人，让我无比头疼。我爸娶了你小姑，你小姑惹你就等于惹我，惹我就等于惹到我妈。原来我婆婆早就出手了。说到婆婆，自然就想到小继承人的事。宋征坏笑着拉我进了卧室，答应我妈的事得尽快落实。我无语，这大白天的，这样好吗？我在宋征辛勤努力之下，很快就有了好消息。我怀上孕之后，总裁婆婆就让我休长假了，还专门请了一个保姆照顾我。我孕期极为嗜睡，尤其到了孕后期，每天吃过早饭就要爬回被窝再补一觉。这天中午我刚醒来，保姆就神秘兮兮地跑过来：“小轩呐，不是阿姨多嘴，我是看你平时太老实了，真不忍心瞒着你呀。”我揉揉睡眼：“阿姨，你有话就直说，没关系的。你睡觉的时候，有个年轻女人来找你，说是你的小姑王瑶来过了，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她说来干什么了吗？她连门都没进来，就被你老公给带走了。小轩呐，你可得多长点心眼呐！我还当什么事儿呢？宋征在家肯定不会让王瑶进来的。”保姆看到我一脸不争气的样子，唉声叹气道：“小轩呐，你怀孕快9个月了，你老公又年轻，血气方刚的，他跟一个年轻女人一起走了，你问都不问。阿姨，那个女人真的是我小姑，货真价实的亲小姑。”阿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显然不太信。你那小姑穿的可不像正经女人，那胸前的2坨肉都露出来快一半了。她看你老公的眼神都拉着丝呢。我小姑还想勾引宋征报复我，可是她现在的身份是宋征的继母，该不会一点伦理道德都不讲吧？我给宋征打了个电话，关机。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宋征这个大直男对王瑶有多厌恶，尤其是他成了他后妈之后，我开始担心宋征出了什么事。他从来就没有让我找不到他的时候。我查了宋征的定位，定位查询是宋征在我手机里设置的，我从没查过他，没想到今天用上了。定位显示宋征的位置是在他爸的别墅，回他爸那里关机干什么？我给他微信留言，让他看到回消息给我。可我等到傍晚，宋征还没开机，我有点坐不住了。我心不在焉地吃过晚饭，饭桌上保姆还在喋喋不休地给我描述白天的事情。我脑中浮现出王瑶穿着性感的低胸装诱惑宋征的画面，
保姆收拾完厨房就下班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等宋征。晚上9点了，宋征依旧关机。我终于忍不住给王瑶打去电话，他拒接。我懊恼地扔下手机，消息提示音就响了。我赶紧拿起手机点开屏幕，王瑶发过来一条微信，是一张照片，紧接着又是一条信息进来。照片眼熟吗？眼熟，照片里的人物和场景和订婚宴上王瑶 P 的那张一样。王瑶和宋征在床上，连摆拍姿势都一样。生过孩子的王瑶更加妩媚了。我怒火直接冲上头顶，当即发了视频通话过去。视频中的画面和照片一样，不是 P 的图。这回来真得了。宋征面色潮红，眼神迷离，光着上半身任由王瑶躺在他胸膛。那可是他爸的家，他身上的女人是他法律意义上的继母，他们怎么敢的？我冲着视频大喊了一声宋征。宋征缓慢地转动眼珠，小幅度地左右动了下，似乎在寻找声音来源。我留意到宋征好像有点不对劲，我又喊几声。突然一只粗壮的胳膊横搭在宋征身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王瑶那边已经挂掉视频，但我还是认出来，那只大手是宋征他爸的。我那个公公喜欢江湖气息，穿唐装，戴玉扳指，俨然一副江湖大哥的做派。我回想宋征的状态，越想越不对。我立马给在附近住的司机打了电话，迅速换好出行的衣服，上车直奔别墅。司机大姐以为我待产要生了，她没想到我挺着大肚子是去捉奸，好一番相劝也没劝住我，只得开车拉着我过去。我拖着大肚子冲进别墅时，王瑶正趴在2楼的栏杆上，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她拉开吊带长裙外的开衫，轻抚小腹。我今天刚好是排卵期呢，宋征又憋了那么久，我好像感受到受精卵在我的子宫里开始安家了呢，恬不知耻。王瑶，你对宋征做了什么？我一只手托着肚子，一只手紧紧攥着，气到浑身发抖。我忍着阵阵的宫缩，朝着楼梯的方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我一声接一声喊着宋征的名字，喊到喉咙嘶哑。王瑶仍趴在2楼栏杆上，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轩轩，小姑劝你还是不要进去看了。说罢，她便摇曳着朝楼梯口走来。我此时喉咙已哽咽到发不出半点声音，眼里蓄满了眼泪。我扶着右侧楼梯把手，爬上了最后一个台阶。王瑶站在楼梯口另外一侧，声调冷冷的：“我都说了不让你上来，你怎么就不听话呢？”他伸手就要推我，他已经丧心病狂到如此程度。我赶紧侧过身，两手死死抓住护栏。我一只脚退到下一个台阶，最大限度地保持身体平衡。这么半天了，婆婆怎么还没来？王瑶！突然一声巨吼传来。王瑶听到身后有声音，脚步一滞，她回头发愣的瞬间，宋征踉跄地朝着王瑶的方向扑过来。我看到宋征嘴里都是血，宋征扑倒王瑶，两人从楼梯滚落下去。他每滚落一个台阶，我的心脏就跟着颤抖一下。他滚下最后一个台阶，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晕过去了。我婆婆适时赶到，清理战场，她还带着安保部门、法务部门的人，110和120也随后赶到。我的宫缩更频繁了。婆婆还没走到我身边时，我已经痛得站不起身。在婆婆的惊呼声中，我感觉我要提前生了。我和宋征一同坐上了救护车，宋征他爸被遗落在了别墅里，警察带走了王瑶。我刚到医院就生了，比预产期整整提前了3周。婆婆抱着婴儿左贴贴右贴贴，反正我有继承人了。2胎你们爱生不生？
我笑笑，有些人出生就含着金汤匙，比如我儿子。一旁的宋征不说话，脸上见不到一点欢喜。他掏出手机打了一行字给我看：老婆，生孩子太遭罪了，我们就只生这一个就够了。宋征昨天把舌头咬破了，满嘴是血，他嘴里上着药，说话还不利索。昨天他被王瑶叫去别墅，说他爸的老毛病犯得很重，还不肯去医院。他打了几个电话，他爸确实没接，他就去了别墅。结果他爸给他来了个 surprise 惊喜，当然是王瑶策划的。他给老宋吹枕边风，父子哪有隔夜仇，让他把宋征骗过去，两个人好和解。王瑶很会抓人心，主意都是他出的。老宋出于真心想跟儿子和好，情感输出得很到位，父子俩叙旧和解，把酒言欢，醉到不行的两人干了最后一杯，老宋彻底醉过去，宋征那杯却被加了料，所以我后来在视频里看到的他面色潮红，他连醉带兴奋，即使王瑶在他耳边不停地重复他就是王美轩，他还是认出了那不是我。他咬破了舌头，一侧咬破了还不够，硬是把两侧都咬出很深的伤口。他怕王瑶发现了再给他灌药，忍着胃里不停翻滚的不适，生生把嘴里的血都咽了下去。他后来也听到了我一声声呼唤他。当我和王瑶在楼梯上发生争执时，他拼尽最后一丝清醒保护我。他只能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换取我的安全，他确实做到了。至于王瑶，也伤得不轻，他是被宋征扑倒后一级一级地滚下台阶的。他被扑倒时脸是朝下的，再加上宋征这个隐形肌肉男压在他身上，脸毁了是小事，还伤到了头部。婆婆说后面的事不用我操心了，王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会是重罚。婆婆聘请的律师都是业内响当当的。我想，我要很久很久都见不到王瑶了，真好。我出院之后就去了市里最好的月子中心，住进了最贵的套间。有钱就是好，母婴服务都是1对1的。我在这里住了1个月就回家了，1个月10几万，我实在太心疼钱了。虽然都是我婆婆出的钱，婆婆每天都要过来贴贴宝贝孙子，宋征每天都要贴贴我，每天都追着问我的身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他说他要送我一份大礼，一份已经攒了很久的大礼。不过我对礼物没什么兴趣，我只想贴贴我怀胎10月生下的小宝贝。婆婆还给了我一大堆货真价实的嘉奖，不收都不行。王瑶当初在朋友圈晒的那堆东西就略显寒酸了，也不知道王瑶在里面过得怎么样了。她的老宋早就向监狱递交了离婚申请，出了这档子事，老宋是不可能再管他了。家族群里都被王瑶得罪了遍，更不可能有人去探望他。想必他在里面的日子不能太好过，如此甚好。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村里人结婚，邀我妹去做伴娘，妹妹去了，却在这场小小的婚礼上发生意外，一场婚闹，我们一家因此被毁。迎亲队伍的末尾，我妹笑脸盈盈，兴奋地向我展示她的伴娘服。我跟上去，一边给她拍照，一边想看看闹婚，沾沾喜气。一大队人乌泱泱进了婚房，将新郎新娘围在中间。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中年女人拿绳子吊起一粒红枣，悬在新人中间。吃早了哟，吃完早生贵子，家庭圆满喽。新娘嘴角含笑，有些羞涩。新郎大咧咧，不以为意，张嘴咬向红枣。不出所料，中年女人将绳子一提，新郎咬了个空，倒是一下亲上了新娘的嘴。围观的人似乎就等着这一刻，纷纷欢呼起来。有一个人更是直接上手，
按住新郎新娘的头，不让他们结束。这一下似乎打开了某个奇异的开关，每个人都挤着往前，操控着新郎新娘做些更亲密的动作。我被这毫无征兆的突然疯狂吓住，瞬间意识到现在的闹婚和我以往看到的闹婚不是同一回事，赶紧拉住我妹，我想带她退出去，不料刚往外2步，手被扯开了，只有我自己被挤出了人群，赶忙回身。我踮着脚在人群中寻找我妹的身影，一阵张望，在床头的位置，我看到了她，她身边挤满了人，一个男人甚至就贴在她身前，面对着她，要干嘛？这个念头刚升腾起，我就看见男人抬手，一把抓在妹妹的身前，还握了握。干什么呢？我大喊一声，重新挤进人群。但这一声在闹哄哄的房间里根本没有起到作用，没有人注意到我，更震慑不了男人。一下得手，那个男人又抬起另一只手，一起抓了上去。我的傻妹妹这才反应过来，身前发生的不是无意的碰撞，而是有意的揩油。尖叫一声，她抬手去推男人，但没有用，人挤人，她的叫声被淹没。他刚推开的人又被挤回到面前，男人抬头张望了一下四周，看见大家都挤在新郎新娘身边之后，微微弯腰，这回居然想将脸贴上去。我再也不顾其他人，直接抬起手肘，一个一个将他们撞开，冲到男人身后，一把扯住他的头发，然后一拳砸在他的脸上。狗东西，你干什么呢？这一拳我卯足了劲，又是砸在他的鼻头，他脸上一下就见了红，踉跄着倒在床上。这回的动静不小，房间里安静了一些，有少数人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看清男人的惨状之后，越来越多的目光转过来，房间里的吵闹终于短暂平息。新郎身边的人张望过来，干什么呀？这是在别人的婚房里打架。刚刚那个男人冲过去就是一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病吧？疯子来参加什么婚礼？不理会他们的议论，我将我妹挡在身后，瞪着床上的男人，晃了晃脑袋。他眼睛向下一翻，抬手在鼻下擦了擦，忽然暴起：“干什么？我招你惹你了？”边说着，他边抬脚就要踹我。我闪身躲开了这一下。刚刚你趁乱做的事，我看到了，这一拳算轻的。回头视线越过我，他看到我妹，脸色变了变，沉吟一会，他扫视周围一圈，突然梗着脖子：“我刚刚做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我对他突然的理直气壮感到迷惑，但依旧如实回答：“我刚刚看见你趁乱在我妹胸前做了啥。”话音刚落，周围的目光齐刷刷射了过来，落在我妹身上。紧接着，人群发出拖长尾音的哦一声，居然满是羡慕的意味。离得我们近的人头立刻凑到一起，长得还挺好看，身材也不错，抓一下挨一拳，挺直的。说什么呢？我刚刚看见了，抓了2下，要不是他挡着，脸都贴上去了。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男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不明所以，疑惑地看着他，紧接着就听到了他无脑的发言：“你说看到就看到了，谁能证明？我能证明，我妹能证明。”说着，我抬眼看向刚刚说看见了的那个人，不想他后退了一步，而且我目光扫向众人的时候，围着我们3人的圈子齐齐扩大了一圈，没人想帮我们作证。见状，男人满意的笑了起来：“就你们2个说看到，而且你们是兄妹，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联合好了？陷害我！”我气急，正要反驳我们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陷害他？不料他先我开口：“还有，我刚刚要是摸了他，那你让他说说被摸是什么感觉？”说完，他笑着朝周围的人吹了下口哨，
脸上得意的神情更甚。而刚刚才后退的他们，听到这话，立刻又重新围了上来，目光炯炯看着我妹。对，要说一下被摸了是什么感觉才能证明，口说无凭，最好示范一下怎么抓的，捏成什么样。污言秽语不断冒出，他们步步逼近，看着他们的嘴脸，我算是明白了，这房间里的这些男人跟我打的这个一个德行，有着同样的龌龊心思，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出手而已。而男人刚刚的话，就是故意将水搅浑，把骚扰当作炫耀，将这些眼里满是色欲的男人拉到自己身边，一起继续骚扰我妹。毫无疑问，他看透了这帮人，他成功了。迎着他们的目光，感受着我妹在背后扯我衣服的手，我知道他不想继续掰扯，而我也扯不清了。现在的情形，不会有人帮我们作证的。咬咬牙，我只能拉着我妹就走。但刚刚还坐在床上的男人一下起身拦住我们。哎，想去呢？打了人拍拍屁股就想走。边说着，他边将鼻血擤到我衣服上。见血了都不赔钱，不合适吧？而且你走了我报警，你说会怎么样？我瞪着他，心里的火忍不住翻腾。这人无耻，这帮人真没人性。这时，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妹妹突然用力握上我的手，站了出来。我们不认识你，没有陷害你的理由。你刚刚就是趁乱摸了我，先是左手，然后是右手，还想。说到一半，妹妹说不下去了，脸红得像要滴血一样，攥着我的手在颤抖，声音里还有了哭腔。她一个刚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没有见识过社会的阴暗，没有直面过人性的丑陋，能当面指责占自己便宜的人，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勇气。赶紧将我妹拉回身后，我握着拳，呼吸加剧，疯狂想砸烂面前这颗头。退后2步，李杰脸色变了变，但又很快恢复。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被抓凶是什么感觉？刚低下头的我妹被他这话刺激，不可思议地睁大眼睛，浑身止不住的颤抖。我再也忍不住，回头将我妹推到墙角，仅有的理智荡然无存，飞起一脚就踹向男人胸口。今天不把他打残，我算这条狗命硬。势大力沉的一脚踹出去，踹到了，不过却不是踹中他。最后关头，一直在看热闹的新郎冲了过来，将男人推开，自己挨了我那一脚。落地之后，我整个人都呆住了。这人在婚礼上公然做出那样的丑事，新郎刚刚不作声，不帮我就算了，为什么还维护他？没想明白。新郎捂着胸口踉跄着爬起来，一把勾住我的肩膀，强行将还要动手的我带离人群，拉到墙角。兄弟，今天的事我对不住你，踹也踹了，就这么算了吧。我不明白，回身就想指那个男人，却被新郎一下握住手。别乱指啊，你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打工，村子里的情况你不清楚，这不怪你。但我跟你说，今天这人，你真不能继续动他。李杰，我们村最有钱那大老板的儿子，据说是在外面闯了挺大的祸，这才跑回村里躲着。他一身的毛病，谁也不服，心眼还小，惹上他，我们都斗不过的。我刚刚没帮你，也是想着你给他一拳之后走人，稀里糊涂也就算了。现在突然要较真，那绝对不行。我看着新郎，发现他神情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那我妹的事就这么算了，你冷静一点，我帮你劝劝他，让他道歉。说着，新郎松开我的手，嘀嘀咕咕地重新走回去，贴到李杰身边，两人咬了一阵耳朵。那李杰一把将新郎推开，抱胸坐到床上。见状，新郎苦笑着回身对我挥手，示意我赶紧离开。我对他的态度很是不忿，
正要继续理论，站在墙角的妹妹突然冲过来，扯住我的手臂，将我往外拖。哥，咱们不跟他一般计较，咱们回家。他的力气突然变得极大，我竟然一下挣脱不掉，就这样被带着往外走。临出婚房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议论：李杰怎么不摸别人就摸他呢？肯定他也有问题，看那模样，以后9成是个荡妇，谁都能上的那种。拉着我的手一下攥得更紧，妹妹匆匆将我拖出了房间。回家的路上，我妹揉了把自己的脸，强笑着，反倒安慰起我来：没事的哥，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这些人说话跟放屁似的，我才不会听呢。我嘴角苦涩，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堂堂一个大男人，自己的妹妹被占了便宜，却不能为他讨回公道，我太失败了。也不管我有没有回答，妹妹继续自顾自开口：你也不用太过自责，不是你的问题，他们都是烂人，犯不上因为他们搭上自己，你说对吧？等我毕业工作了，我们一起带着妈搬走，再也不回来了。闻言，我坚定地点头。我父母和堂妹的父亲，我叔叔在5年前那场车祸中去世之后，刚成年的我、堂妹、婶婶就遭受了村里人许多无端的恶意。先是婶婶和我家的田被侵占，田垄一天天的往我们这边移，又是邻居处处针锋相对，不时奚落我们3个是扫把星，是我们将他们克死。我们应该将家里的田让出来，搬出自己建的房子，永远不要回这个村子。我原来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将母亲职责揽在身上，算我半个妈的婶婶道破了真相。家里男人都死了，你们2个还都是孩子，我一个女人又没什么本事脸面，他们这是想吃我们家的绝户。我听完震惊的久久回不过神来，听着好像和互相扶持、帮助弱小的美德相违背，甚至有些离谱。但仔细一想，欺负我们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我又都忽然明白了。那天之后，我主动辍学，进了一家汽修厂当学徒。既然家里没有男人了，那我就尽快成长起来，当那个男人，当那个代价。但现在我才知道，曾经的我还是太天真了。对付烂人的正解，其实不是重新在这堆烂人里面抬起头，威慑他们，而是不跟他们纠缠扯皮，彻底远离他们。放心，妹妹，我一定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带着妈一起从这搬走。脸上的笑容终于不再僵硬，妹妹轻轻晃着我的手：哥，我相信你。当时信心满满的我怎么都不会想到，现实居然会如此恶心，人性居然会如此丑陋。前脚刚回到家，后脚村子里一个还算熟识的同龄人上门找到我，说刚买的2手车出了点小问题，让我过去帮忙看看。我正想拒绝，妹妹却拦住了我：别郁闷了，我没事，你也找点事做做，转换一下心情。我不太安心，妈下地去了，还没回来，你自己在家。说到一半，我闭了嘴，妹妹脸上也浮上一层犹豫。听着我们的交谈，找我帮忙那人突然一脚横插进来：嗨，你们说什么呢？这在村子里又是大白天的，有什么好不放心的？说着，他转向我妹：你都读大学了，不会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吧？那岂不是要你哥陪你一辈子啊？我抬手要拦他，让他闭嘴，我妹却更快，先拦住了我：确实，大白天的，我们担心啥呢？哥，你去吧，我没问题。说着，他将我往外推，然后转身跑进了屋里。让我帮忙那人也一下勾住我的肩膀，带着我往他家里去。就在家里，能有什么事？而且我们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感情，这点小忙你还拒绝我？我有点担心，又确认了一下是不是能尽快解决。
对你来说肯定是小问题。你放心。弯弯绕绕走了4、5分钟，到了村子另一头，他拉我到一边的车旁蹲下。车子说是9成新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开起来刹车的时候总感觉不太的劲。边说着，他边不停靠近我，又搭上了我的肩膀。我没理会，认真分析起来。二手车，那刹车片和刹车系统都可能有问题呀。你有没有工具？我先给你检查一下刹车片。头挨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他看向车的轮胎。你要什么工具呀？千斤顶有没有？哈哈，你开什么玩笑？哪个正经人家里会有千斤顶这种东西呀？没有那办不了。我被他的头发扎得有些不适，推开他站了起来。这是小问题，但没有工具，我帮不了你。你找家汽修店给你修吧。边说着，我边转身要离开，但刚刚还嬉皮笑脸的他看我要走，一下变了脸。别走啊！刹车失灵，我怎么敢上路？你要给我修啊？我现在去给你借工具。你等等。我皱眉看着他，要多久？找谁借？还有新的刹车片你有吗？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他立刻大声回答：有，都有，我搞定，很快。边说着，他边拉我，要我进屋坐下等他。你刚刚还说没人有千斤顶的，你小子！突然，我意识到了什么，这小子不会跟他合谋吧？我打量他的动作，脚手、咬嘴皮，这么多年都没有变，真的有问题。狠狠瞪他一眼。我急忙转身朝家里跑去，不要出事，不要出事，都是我胡思乱想的，千万不要出事。可跑到自家门口的时候，我疯了，一大帮人站在门口，朝屋里观望，而屋子里正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嚎声。扒开人群，我快速挤了进去，一眼看到瘫坐在我妹房间门口的婶婶，离得近了。我这才听清他哭嚎的内容：禽兽啊，你不要动我的女儿，你把门开开。我呼吸一滞，立刻明白过来，青天白日下，禽兽不是李杰那杂种，还能是谁？将婶婶从房间门口拉开，喊了声报警。我积攒的怒气喷薄，抬脚踹到门上，砰的一声惊天巨响，门锁歪了。房门也摇晃了起来，又是接连2脚，终于砰的一声，锁舌断裂，门吱呀砸到墙上。我冲进去，一眼看到缩在墙角不停发抖的妹妹，还有正翘着2郎腿坐在床上的李杰。我要杀了你这个杂种！牙咬得咯咯直响。我挥起拳头就砸向李杰的太阳穴，但没有丝毫慌张。李杰放下2郎腿，一歪头，躲过了我这拳，同时朝着我开口：我劝你不要冲动，这里可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打伤我，你就等着进局子吧。看似劝诫，实则挑衅的话落在我耳朵里，像一桶汽油倾倒，让我心里的火烧得更旺。凭着刺激后被放大的身体本能，我顺势回身抬臂，一肘子砸在李杰的脸颊上。狗娘养的杂种，我可不只要打伤你！喉咙里喷出这一声怒吼，我欺身而上，趁着他挨了一肘昏昏沉沉，我一下子压住了他，雨点般的拳头疯狂落下，朝着他的鼻子、眼眶、额头。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砸烂这颗头，送他上路。被我压着挨了10几拳之后，他似乎终于清醒一点，也感受到我的杀意。你疯了，住手！我当然不可能听他的，拳头握得更紧，在同一个位置重复下拳，似乎被打得急眼了。他喉咙里吼出一声，然后一口血水啐向我的眼睛，又趁我扭头躲的一下，视野模糊，手上抓着什么东西，猛地砸向我的脑袋。砰啷一声，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划破我的头皮，一股温热甜腥在我脸上流淌。
身下的李杰在砸我这一下之后，五官突然扭曲，张狂地笑了起来：“杀我！看老子先杀了你！”吼着，他手一扬，一个亮晶晶的尖锐物体滑向我的喉咙，急忙下腰。我躲过这一下，从他身上起开，没了压制，他也翻起来，掂掂手上的东西，朝我冲来。这回我看清了，那是一块镜子碎片，而他用来砸我的，就是摆在妹妹床头柜上的圆形化妆镜。我抬手擦掉糊在眼角的血，微微眯起眼，玻璃碎片划薄是吧？那我也来。紧盯着他的手，在他蓄力要刺的一下，我不退反进，一把攥住他的手腕，朝下狠狠一掰，惨叫声立刻响起。他抓着的镜子碎片落下，我伸出的另一只手正好接住。敢欺负我妹，去死吧臭蛆！镜子碎片快速切割我面前的空间，朝着李杰的颈动脉扎去，划破它。这个废物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可就在将要触上的一瞬，一只手掌从一旁伸过来，挡下了碎片。嗤的一声，碎片扎在手掌上，血溅在李杰脸上，红艳艳，顺着手掌。我扭头看向他的主人，是妹妹。哥，不要冲动，不能杀他。我满脑子的不可置信，为什么？为什么拦着我？这个畜生伤害了你，我要他用命给你赔罪。我已经疯狂，胸口是止不住的杀意，也不顾妹妹痛不痛。我一把抽出扎在他手上的碎片，就要重新扎向李杰，不想我妹上前一步，箍住了我。他没有碰我，只是将我和他关在一起而已。你不用怕，都说出来，哥帮你撑腰，他再也不能伤害你。是真的。妹妹箍着我的手臂，依旧拦着我。她什么都没对我做。你看我的衣服，都是完好的。虽然这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李杰，他将自己和我妹关在一起，居然什么都没做。那他为了什么？想不明白。我狠狠瞪着他，还是从妹妹的束缚下抽出手，将碎片一下扎在李杰肩膀上，用力地旋了180度。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你想干什么，但你要是再敢打我妹的主意，你一定会死。话音刚落，身后顿时嘈杂起来，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冲了进来，将我们反扣在地。李杰肩膀渗出血，但居然不叫不闹，任由他们将他反扣在地，目光始终盯着我，脸上是恶毒的笑。去到所里，我这才知道他的笑是什么用意，一把将上衣脱掉。他走秀一样来回的逛，见人就指着身上的伤口，大声斥责我，揭露我的暴行。刚刚在我家围观的人，也有几个跟了过来，在他斥责我的时候，狗腿的帮忙还原现场，增加李杰的可信度。演戏的间隙，李杰还凑到我耳边，丢了句等着坐牢吧你，带着我妹和婶婶坐到一边。我嗤笑一声，扭头不去看他们的小丑把戏，想这样将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有点小聪明，但是不多。闹腾了一会之后，一个神情十分威严的中年人走过来，打断李杰，又将我们带到一处。他沉声开口：“说说吧，发生了什么？”李杰立马上前，指着自己身上的伤：“警察同志，你千万给我做主！就刚刚我去他家串门，找他妹妹叙旧，在房间里正聊着的时候，突然一阵风将门给吹得关上了。我想打开，可是弄着弄着，门锁坏了。就在我坐床上等外面的人给我们开门的时候，突然他疯了一样踹门冲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打我。你看看，你看看，这牙，这肩膀，警察同志，他想杀我。李杰的牙被我打掉了一颗，说话有些漏风，但丝毫不妨碍他将这牛吹上天，抬手压了压，示意他收声。中年男人扭头看向我：“你说说吧。”
我上前，从婚礼开始，将情况一五一十复述了一遍。一边，刚刚还十分自得的李杰，随着我的讲述，脸色慢慢沉了下来，最后更是直接插话改口：我是认识到自己话里的错误，特意上门道歉的。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打我，还想杀我，他很有问题。话里的错误，就是还是不承认对我妹伸咸猪手的事实是吧？死鸭子嘴硬，瞥他一眼，警察给这件事情定性。你们两个现在的情况属于是斗殴，根据规定，你们两个要各罚款200元，拘留5天。李杰急忙开口打断：他打我的，他先动手的，还想杀我，这不公平！你们要抓他坐牢，不服你可以提起诉讼。现在先给你们两个开手续，送到拘留所执行。李杰不听，还要继续开口，警察头也不抬，看着桌面，漫不经心开口：这头受伤了，要是去验伤的话，那可是可大可小，真验出点什么来，这事可能就不是这么走了。刚刚还叫嚷着要处理我的李杰，眼睛滴溜转了一圈，一下蔫了，不再叫唤。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状况，但能调解最好，因为我让婶婶报警，重点根本就不在斗殴这。斗殴我接受调解，但是警察同志，我要告他，我妹根本不认识他，不可能主动让他进我家房子，而且反锁了门之后，他肯定像婚礼上一样不老实了。那警察抬头看向李杰，入室猥亵，这可比斗殴严重。情况要是属实，你倒是真的要进去。闻言，上一秒还紧张兮兮的李杰顿时松了口气，嬉笑着开口：人就在外面，你把他叫进来对质吗？看我有没有入室猥亵。在我身边坐下，妹妹攥着我的手，缓缓开口。我这才知道，我走的那一会发生了什么。推开我跑进屋之后，妹妹刚在自己房间坐下，门外就响起了脚步声。农村的自建房一般都有一个大门口坐着乘凉，算是客厅的部分延伸。家里有人的时候，大门一般是不关的。听到声音，妹妹以为是婶婶回来了，起身就要出去迎，没想到来的是李杰，笑着说了声家里就你自己吧。之后站在客厅的他紧上前几步，一把扯住我妹的手臂，将我妹往房间里推。我妹被他突然的动作吓一跳，慌乱喊叫起来，挣扎着想逃，但一个文弱的女生怎么可能从一个比自己高上一个头的健壮男人手里挣脱呢？反抗无果，妹妹被推进房间，甩到床上，而李杰则反手将门反锁，又一脚踹断门把手。做完这些，他让出门的位置，然后自顾自脱起了裤子。我妹被他的动作惊到，慌张翻起身想开门逃走，但冲到门后的时候，他傻眼了。刚刚李杰那一脚踹断了门把手之后，已经彻底断绝了从房间里面开门的可能。难怪他把门的位置让出来，难怪他不拦着自己。一阵无力感翻涌，我妹只能无助地砸门，希望外面的人能听到，将门打开。但李杰又凑了上来，闲着也是闲着，要不我们来玩玩。躲闪中无意地瞥一眼，我妹看见李杰居然已经完全脱下了裤子，下身只有一条内裤，不是开玩笑，她真的居心不良。我妹再也控制不住，尖叫了起来，但李杰像疯了一样，非但不制止，反而狞笑着继续刺激我妹，让她叫得更大声。门外渐渐有了人，婶婶也在这时候回到了家。听完经过，我胸口积着一团郁气。我刚离开李杰就出现，一切都是被策划好的。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报复吗？报复了什么呢？还没想明白，在旁边一直气定神闲的李杰开口了：我告诉你，你可不要乱编哦。
门是风吹的合上的，门把手是我想开门的时候无意间弄断了，而且我也没有脱裤子。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不是好端端在床上坐着吗？你不接受我上门来找你道歉就算了，怎么能污蔑我？”闻言，我妹猛地抬头：“我没有乱编，我说的都是事实，你说的才是假的。”李杰哈哈一笑，忽然凑到我们两个耳边，低声开口：“证据呢？谁看见了？谁能证明？”说完，他退了回去，朗声朝警察说道：“警察同志，我现在很怀疑，他是对我婚礼上的不当言论怀恨在心，故意抹黑我。他这是诽谤，恶意重伤。”瞥他一眼，并不理会。警察将外面的婶婶和狗腿招了进来，各单独问了一遍之后，又重新坐了回来。他们听到了你的喊叫声，但开门之后又确实看到他是衣服完整的坐在床上。那么，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话呢？证据？我妹身体轻微的摇晃了一下。没有。那你呢？我也没有。但我说的就是事实，他看不惯我，恶意编造谎言诽谤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因为双方都不能证明自己话里的真实性，以互相协商解决或先收集证据为由，我们都被请了出来。警局门口，李杰咧着大嘴得意地笑：“好戏，现在才刚开始。”从医院处理完伤口回来后，我们三人坐在客厅，相对无言。婶婶不时抬头瞥一眼妹妹，又很快移开视线。反复了几次之后，她终于忍不住开口：“女儿，你不要怕，跟妈说实话，他到底有没有对你做了那些事？你一个女孩子，妈知道你脸皮薄，不好意思，但你还是要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疲惫地摇摇头，妹妹轻声开口：“没有，他就是恐吓我，让我一直求救、尖叫，后面都没有碰我。怎么会呢？费那么大劲就想让你叫，什么都没做。妈不是咒你出事哈，就是妈当时在门外听着，那声音真的吗？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皱眉听着，思索着，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些东西，忙朝向婶婶。婶婶，一个男的将一个女的推进房间，又听到女的发出求救的声音，你是不是觉得那男的肯定在里面对女的做了那种事？婶婶犹犹豫豫，但还是点了头。我呼吸急促，看向我妹，看着她的眼睛。当时在门外，我听到你的求救声，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里面可能正在发生那种事。妹妹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眼里满是失望，好像在说：“怎么连你们也怀疑我说的话，盼着我出事？”我急忙挥手打断她的胡思乱想，继续快速开口：“作为家人，我们在无条件相信你的情况下，还是会受限于固定思维，从而怀疑你话里关于入室后那部分的真实性。所以，李杰的真正报复已经很明显了。”这时，婶婶急促地叫了一声，颤抖着开口：“他没对你做什么，但是他想让其他人都觉得他对你做了什么。”深深看了一眼婶婶，我调转目光，重新看向妹妹。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就算他们会因此议论，也只会是轻飘飘的，没有攻击力。但真的是这样吗？你还记得我们离开婚房的时候，那些人说的话吗？怎么不摸别人就摸他呀？以后肯定是谁都可以上的当父。女儿啊，他想让他们嚼舌根，生生嚼死你呀！紧皱的眉头猛地展开，妹妹脸色刷得煞白。不会吧？有那么严重吗？虽然是反问，但我妹的语气极其不确定，甚至声音还有些颤抖。语言上的暴力有时候比身体上的暴力更加凶狠致命。很快，我们的猜测应验了。村子里流传起关于李杰入室之后的种种猜想，
甚至出现了一些证人，声称自己除了尖叫声和敲门声，还听到了其他一些不可名状的声音。我们严厉的斥责之后，他们有所收敛。本来事情到这，小范围的暗搓搓议论就快要平息，不在场的人也没有放在心上，这件事会很快过去。但过了大概2天之后，李杰突然聚了一批人在村口，严正的声明，那天自己什么都没做，就是在房间里静静的等人开门。可在声明的过程中，他却全程嬉皮笑脸，更是在声明的最后，突然朝面前的空气快速做了几个挺腰的猥琐动作，一下子，好不容易才有所平息的舆情重新爆发，立刻席卷全村，甚至向周边的村子蔓延。更有一些好事的人偷偷拍下我妹的背影，将那天被反锁房间的事添油加醋发布在短视频平台，末尾还加上一句：“你真的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八卦总是容易引人眼球。”没有意外，视频爆了。根据视频附带的定位，我妹的信息很快泄露。白天，老师、同学、陌生人，各种消息弹个不停。晚上，周围村子一些人轰着摩托车从我家经过，一个玻璃瓶砸在门口，高声叫嚷：“出来一起玩啊！”我们还没尝过女大学生的滋味呢。头几天我妹还情绪稳定，一直跟问询的人解释，还时常宽慰我们，让我们别放在心上。但后来，她慢慢变得沉默，连手机都不敢再碰，只是一个人坐着呆呆地看着面前。婶婶的生活也变得不好过，庄稼地里被撒了无数的碎玻璃，每次下田都会报废一双鞋子和带回新的伤口。我看得心疼，去找李杰理论，却被他带人围住，挑衅着要我找出证据证明一切都是他搞的鬼，然后不由分说又一起打了我一顿。我还尝试报了警，但警察来了，看了视频之后，也只能无奈地对我摇头。视频内容没有问题，是自发的讨论出现了偏差。李杰说好戏才刚刚开始，他好像成功了。深夜，婶婶红着眼眶，忧心忡忡看着我：“小泽，要不我们搬走吧？我听说城里有扫大街的工作，我不种的了去扫街，不会给你们增加负担的。”我看着一刻不停弹出信息的手机，一股无力感蔓延。婶婶，这不是我们住在哪里的问题了，那到底要怎么处理吗？我们不是都说清楚了吗？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一个劲的骚扰我们呢？紧紧攥着拳头，豆大的泪珠滚落。婶婶的怒气喷薄，却只能压着声音，不敢吵到房间里的妹妹。可这克制着的愤怒模样，却更加让人揪心。我不知道。话音刚落，妹妹的房间里传出一响，夹杂着低沉的哭嚎，慌忙捂着自己的嘴。婶婶脸上满是惊慌，顾不得宽慰她。我急忙冲向妹妹的房间，已经修好的房门此刻被反锁着，绝望的哭嚎从门内传出。我焦急地掰着把手，同时让自己的语气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怎么了，妹妹？做噩梦了吗？开门让哥进来呗。砰的一声，什么东西砸到了门上。妹妹歇斯底里地叫喊：“滚！你们统统都给我滚！”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揪住，狠狠地挤压，痛得我浑身直抖。把门开开呗，有什么事跟哥说，有哥在呢。哭嚎声更加尖锐，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控诉。明明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他们都来指责我，说我是荡妇？明明我们都澄清了，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就算那天那些事情真的发生了，可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没有人攻击他，都把枪口对准我？他们都想我死，说我不配继续活着。那好，
我就死给他们看。说完，哭声戛然而止，砰的一声闷响，房间里安静了。我浑身一颤，疯了一样抬脚踹向房门。不要做傻事，千万不要做傻事！禁不住我不要命似的几下全力，锁舌断了。我冲进去，看见倒在地上的我妹，头上、手腕上都是血。跟在我后头的婶婶惊呼一声，跪到我们身边：“作孽呀！老天真是不开眼呐！我们一家做错了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压抑了多天的恨意一瞬间爆发。我拨通急救电话，将手机塞进婶婶手里，转身就要走。刚刚还沉浸在悲痛中的婶婶却一把扯住了我：“你要干什么去？”我一把拍掉她的手：“去杀人？不行！”婶婶急忙依上来，抱着我的腿：“你不能这么冲动，杀了他，你也跑不了。我老公已经没有了，女儿也成了现在这样。我不想你也出事。”声音凄厉，一下下砸在我的耳膜上。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小泽你这么聪明，一定还有办法的。胡乱擦去眼泪，婶婶挤出一个笑脸，生硬、勉强，满是心酸，内心的防线一下被击溃。我痛苦地揪着头发蹲到她身边：“办法？哪还有什么办法？毁了，一切都毁了，都怪我，我不应该在婚礼上跟他动手，惹到他。不怪你，真的，当哥哥的哪有不保护妹妹的？你做得对，只是他原来就是人渣，我们招不招惹他都是人渣，就算我们奈何不了他，但这样的人渣，天会收的。你不能为了他搭上自己。”救护车呼啸而至，蓝色的灯光刺着我的眼，一股极端的冷静情绪在我身体里蔓延。将妹妹和婶婶送上车之后，我转身朝村子里走去。李杰看得懂人性里的恶，知道利用这点反击我们，同时将自己摘清楚。借刀杀人很厉害，但婶婶的话点醒了我，他原来就是人渣。虽然我们奈何不了他，可是天会收了他。对，天会收了他，立刻就会。推开新郎家的门，在客厅坐下，勾着他的肩，我轻声问询：“李杰从哪回来的？惹到的是什么人？”在叫我修车的同龄人家里坐下，掰断他的中指。我轻声询问：“李杰吩咐了他什么？给了他什么好处？”连夜登上去往省城的客车，看着不断后退的夜景，我扇了自己一巴掌：有这么难吗？为什么之前没有想到？只会钻牛角尖，想着自己摆平，却不会变通。你拿什么保护家里人？下了车已经深夜，但市区依旧热闹，红男绿女在街上晃悠，然后拐进霓虹闪烁的酒吧里。帕加尼就是这震耳的音乐中，走向吧台，凑到穿着西装的服务员身边。我喊：“我要见你们老板。”我认识李杰，被从店里带离，弯弯绕绕。我最后坐在一间安静的有些过分的办公室里，对面办公桌的背后，一个身材健硕的男人双手撑桌，食指交叉垫着下巴。认识李杰，知道我们之间的事，知道想干嘛，想跟你们一起废了他。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跟你一样，我妹妹也被他害了。嗤笑一声，男人眼神冷了下来。狗娘养的，逃了还不收手，踏上归途。我身边多了几个寸头男人，耳边回荡着健硕男人的交代：“你别动手，不然他还能坑你一把。在旁边也别闲着，录点视频给我看，借一把砍向恶人的刀，不难啊。”休整了一个白天，给婶婶打去电话，交代好一些事。我又从几个寸头男人中挑出一个和我体型相仿的，让他换上我的衣服，戴上帽子。夜色很快降临，黑黢黢的村道上，我们朝着李杰家摸去。过程并不复杂，捂嘴掳人就行。同样的大门口，
同样的没锁门，他将我妹推进房间反锁，将她精神摧残；我将她反绑扔到荒田，将她身体摧残。一脚踹掉她的门牙，血水呼她满脸。还没等我第二次出手，李杰裤裆一下子就湿了，嘴里哭喊着，竹筒倒豆似说着自己的丑事。李洪泽，别动手，我跟你道歉，你妹的事我听说了，是我不对，我是禽兽，我对不住你们，我不该说谎，不该否认将你妹妹拖进房间，脱裤子吓唬她的事实。你放了我，我立刻去自首。打开录音，我将他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录下，然后一脚踹在他的脸上，继续疼得嘶哈流口水，说话漏着风，但他却还敢装傻。没了，脚后跟碾在他手背上，我轻声开口，没了，痛得哭爹喊娘。李杰急忙改口，有，视频是我让人制作上传的。传播也是我砸了钱进去大肆宣传的，还有晚上骚扰你们的混混，也是我雇的。我就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我哪知道你妹这么脆弱，动不动就自杀。开玩笑，不知道旁边一个寸头男先我出手，一肘砸在李杰脸上。我们老板的妹妹就是被你用同样的方法逼死的。老板，妹妹。瞪大眼睛，李杰像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立刻缩成一团，像蛆一样蠕动到一侧，散发出更浓烈的臭味。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人渣，你们放过我！你用你那些烂把戏害了多少姑娘？你现在想让我们放了你？狗东西软骨头，这种时候才知道求饶。我看你也不是真心悔过，废什么话？直接废了他！说着，他们的拳头雨点一般落下。我看着他那副模样，顿时没有了继续动手的欲望。原来曾经那么可恨的他，本质上也就是一条欺善怕的丧家犬而已。冷眼看着他们动手，将李杰的双手和一条腿废掉之后，我胡乱拍了几个视频发给健硕男人，剩下的让他们处置，就朝医院赶过去。第二天中午，没有意外的，警察找上了门，对我进行了一通严密的问讯，但我都一一回答了。昨晚挑选的和我体型相似的寸头男来医院，防的就是这一刻。又查过监控，听了我戴着帽子是因为头上的伤不能吹风之后，他们无可奈何地离开。办案讲究证据，这回我终于有了证据。真是讽刺！警察前脚刚走，后脚李杰就从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浑身包得像个粽子，推着他的护士头哀头密语，提到李杰不仅断了手脚，还成了太监。我微微吃惊，看来李杰在他们那做的孽难以想象的深。过了几天，风头过去了一些之后，健硕男人向我要了整理好的李杰的坦白录音，说由他发布，回应一开始的争议视频，并且要录音的同时，他还给我发来了几份文件。你找我之后，我也没闲着，调查了夏李杰这些年祸害的姑娘，发现故意伤害、强奸、聚众淫乱，他样样都沾。我已经联系了这些受害者家属，让他们一起告他，倒吸一口凉气。我心里对自己之前恃强凌弱动手的些许内疚彻底消失。这样的渣子，怎么惩罚都不为过。回应视频发布后，很快一时激起千层浪，无数熟悉的 ID 倒戈，化身正义之士，对李杰进行爆破，将他扒了个精光。官司也在这个风口开打，并且由于群情激愤，李杰还被多判了2年。期间，健硕男人联系过我，说顺着视频发布的线索，他差点被查了出来。但随着官司开打，证据上台，不知道为什么，对他的调查不了了之了。而原本我们预料的李杰那个有钱老爸会掺和这件事，
为自己的儿子谋上一些优势，却至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貌似任由李杰自生自灭了。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妹再没受到骚扰，精神也稳定了下来。出了院，回到家，各自收拾完行李，我们相视一笑。就算没有能力立刻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我们也要正式搬离这滩泥沼，奔向新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